比心来。盘点金虎和奶爸奶妈互动的名场面。这天，奶妈和金虎聊起了天津的喜乐妹妹。金虎刚开始表现得特别兴奋。金虎，你知道天津的喜乐妹妹吗？好看吗？啊，喜欢吗？奶妈说要给她看照片，把金虎急得都想把头从栏杆里伸出来了。我给你看看喜乐妹妹的最近的照片呀。喜欢喜乐妹妹啊，喜乐妹妹可漂亮了。是妙音的妹妹哟。听到是妙音的妹妹，金虎就更兴奋了，毕竟他一直都很喜欢妙音。但后来奶妈又补充说了一句，也是飞云的妹妹，还是那个飞云的妹妹。金虎听后立刻沉默了，内心 OS 那岂不是也很能打？算了算了，小命要紧，这媳妇也不是非要不可。可能金虎还不知道，飞云已经是他们家脾气最好的姑娘了。如果真的是喜乐，把金虎打哭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这天，奶爸拿个锤子来逗金虎玩，把锤子放在笼子前，看金虎会不会伸手去拿。刚开始金虎一点也不感兴趣，但后来奶爸说这是威力无比的雷神之锤，金虎瞬间来了兴致，心想那用这个对付隔壁的婆娘会不会有胜算呢？于是便真的伸手去拿了。奶爸见状赶紧把锤子收走了。金虎爱挖煤，平时把自己整得挺埋汰的。这天奶妈让奶爸给金虎拍拍手掌上的土。哎，冒印了，你给他胳膊上的泥拍一拍呗。拍一拍呗，哎呀，脏死了！那扬起的灰尘差点就把奶爸给送走了。难怪奶妈会说，只要靠近金虎，就会闻到泥土的芬芳。但这都不是最夸张的。这天，金虎把内设造得一塌糊涂。昨天晚上，金虎同学把自己的便便汤均匀地抹在了自己屋子里的各个角落，以及均匀地混在了自己的喝水盆。听这场面应该和画虎造的差不多，但奶妈对金虎宠的也是没边，竟然说他这是绘画天赋。兄对金虎的控诉，你觉得是什么？不满意，我觉得是金虎有天分，对，画天分。还有一次是奶妈做了新发型，想得到金虎的认可，便一大早就去找他。结果金虎这个倒霉孩子连说带比划的给奶妈回应：说我好看，说我的新发型好看。我砸你好！而且这还不够，他起身离奶妈远远的又说了一遍，这和学校里爱捣蛋的小男生有什么区别？大家还知道金虎和奶妈哪些有爱的互动吗？虽然莽妞妞平时有点虎，但是她真的好爱她的好大儿莽小五。这天母子俩正在院子里玩耍，突然从远处传来异响，小五第一反应就是迅速爬上树躲避危险，这也是妈妈平时教的好。此时的莽妞妞貌似脑袋有点宕机，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分辨异响的来源。当莽妞妞也意识到不对时，第一反应就是往室内跑，但她刚跑了2步，就立刻转身掉头冲向小五。此时莽妞妞的内心活动如下：咦，这是什么声？让我好好听听，好像有危险，快跑！不对，我的儿呢？然后快速冲向小五，站起来把他的好大儿薅下来。儿子别怕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把你叼回家。结果他都忘了，他的儿子长大了，他已经叼不动了。看到这一幕，真的有种莫名的感动和心酸。1年前小五被妈妈所吼举高高的画面，还仿佛就在眼前。现在的小五莽妞妞已经抱不动了，即便小五已经长成了中午，莽妞妞还是放心不下他。这天正在木架上吃饭的莽妞妞，突然听到室内有响声，担心小五会有危险的她，立刻起身去室内，把小五带了出来。儿子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才放心。小五小时候在室内做体检，莽妞妞在外场听到小五的叫声，特别的焦虑不安，一会扒着门，一会着急的满院子跑来跑去，肉眼可见她的担心。后来小五体检完出来，莽妞妞就抱着她的好大儿亲亲又抱抱。虽然莽妞妞很爱玩，但她还是会想着小五。这天莽妞妞坐在小五的毯子上，玩着小五的球，看这背影就像一只熊猫宝宝。然而玩得正开心的莽妞妞突然抬头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于是她踢着球走向一边。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莽妞妞竟然是把球送给一边的小五。所以说哪有妈妈不疼孩子的呢？虽然有时候莽妞妞也会抢儿子吃的，玩儿子的玩具，会和儿子打打闹闹，但这一点都不影响他爱儿子。看小五坐在秋千上，莽妞妞给儿子摇秋千的画面，是不是十分的岁月静好？要睡醒，媚珠又出息了。不到半岁的小家伙竟然登顶了5米左右的大树，媚珠到底还要带给大家多少惊喜？只见他坐在树杈上，享受着自由的风，这一幕让人瞬间梦回四海。就在昨天，天气很好，风和日丽的，出来放风的媚珠3、2下就爬上了大树，而且别的小熊爬树一般都是妈妈教的，媚珠还是自学成才。原以为她会趴在这个粗粗的树杈上睡觉，因为这里有妈妈的味道。萌萌平时就是睡在这里，
结果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不甘心于此，稍作休息就登顶了大树，这让树下的大梁又惊又喜，毕竟这是其他小熊基本没有爬到过的位置。大梁还即兴创作了一首打油诗，远看一只熊猫，近看还是只熊猫。反正都是熊猫啊，反正都是这熊猫。虽然这诗做的确实不怎么样，但媚珠这孩子是真的强。小五看了表示很不服气，谁半岁的时候还没登顶过大树呢？只是我的树不太争气而已。然而看着媚珠爬上去容易，让他自己下来可就难了。无论怎么哄，媚珠压根理都不理。最后还是大梁爬上树，站在树杈上抱他下来的。抱下来的过程也不轻松，媚珠一直在反抗。青姐担心媚珠会掉下来，就本能的张开双手，随时准备去接媚珠。经过一番努力，在大梁和香香姐的接力下，才算把媚珠给弄下来。这也算是大梁出差回来后的第一天，媚珠送给外公的一份大礼。大梁出差1周回来，最想做的事估计就是抱抱媚珠，于是他就把媚珠骗了出来。美女，走，出差完了，快点，跑快点，跑快点。刚才明明说的是要带媚珠出去玩，结果把媚珠骗出来就抱个不停，难怪媚珠会咬他。网友的神评论更搞笑，说大梁是媚珠的磨牙棒，毕竟媚珠真的很喜欢咬他。但该说不说，大梁真的把媚珠当孩子一样对待了。此刻大梁应该是全网粉丝最羡慕的男人了，只是大梁你再这样下去，又要被青姐点名批评了。怎么会有飞云这么好看的小熊啊？银杏儿微笑唇，不管是看正脸还是看侧脸，都是无可挑剔的完美小熊。果然熊猫界的刘亦菲真的不是白叫的。飞云不仅长得好看，平时她不管干什么也都是温温柔柔的，就连去拿小黄鸭上的窝头也是轻轻的，这优雅的动作仿佛她是翘着兰花指把窝头取下来的。飞云对待她的阿贝贝更是极尽温柔，她每年假孕的表现好像比其他小熊都更严重些，所以经常可以看到他把他的阿贝贝抱在怀里舔舐，一边舔还一边慈母般的微笑，就连睡觉的时候也要把他抱在怀里，甚至在睡梦中也不忘用手轻轻地拍他的阿贝贝，这模样像极了哄孩子睡觉的母亲。他简直是把他的阿贝贝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。飞云每次上班的时候都会把他们带出来和他一起出外场，有时候他感觉自己叼得不够稳，还会停下来轻轻地做调整，生怕自己的娃掉下来摔着。看得出飞云真的很想做妈妈，她也一定能做一个温柔的好妈妈。但是飞云的亲戚太多了，当年如果能和金虎一起去印尼，那便是他唯一的机会了。飞云现在有4个阿贝贝，有时候饲养员会都给他带出来，飞云怀里抱着一个，还不忘时不时的回头看另外3个，看得出他为了这几个娃也是操碎了心。然而同样的玩具，妙音玩起来的画风就截然不同了。妙姐的阿贝贝不是在天上飞，就是在和他一起练习无敌风火轮，这个米妮的待遇也好不到哪去。妙姐表示只有强者才配做我的孩子，而隔壁的大虎子总爱搞破坏，3两下就把玩偶娃娃给咬烂了，所以他现在基本不配拥有这类的阿贝贝。有了对比之后，就更能凸显出飞云的温柔了，因为飞云真的太美太甜了，大家看到飞云就会秒变夹子音，就连朝夕相处的饲养员也不例外。他家飞云要是回家了，这么些人在欢迎他，你看，哎呀，飞云带你亲的来，哎呀漂亮的，哎呀这漂亮的这个小胖妞。更重要的是，飞云有的不只是美貌，她的智商也很高。饲养员把笋笋给她放到了滑梯的中间，飞云趴在上面尝试了一下也够不到，于是他便拿起手边的抱枕，精准地扔向滑梯上的笋笋，就这样笋笋和抱枕一起滑落了。只能说美貌其实是飞云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了。